星穹铁道 2.2 主线故事中，继承开拓老前辈遗志的爷放下球棒，戴上礼帽，和养母、闺蜜以及老婆迈着整齐的步伐来到左脚秩序、右脚反复的星期日面前。一段慷慨陈词，使得同邪心神都忍不住开眼看看什么成分。靚仔，我好中意你。伴随开拓者走上同邪之路，获得成就，今夜无人入眠。这里的题目来自普切尼最后一部歌剧《图兰朵》中的咏叹调，其流传最广的是高音 C 之王、世界3大男高音之一的卢西亚诺·帕瓦罗蒂演唱的版本。激昂的曲调配上壮烈的歌词，与奇想士班多米尼克斯的最终一战上，换上这首歌当作 BGM， 似乎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各位观众老爷，你们好啊！我是宇宙大炒饭。6月19号 2.3 版本流萤终于上线了。我撒月省吃俭用，杜绝一切美色诱惑，一心一意挖出的17000星穹早已饥渴难耐啊！万能的西佩阿姨，请赐我一个能变出机甲来的毁灭命途银发美少女吧！我认真哥了，不是，这不是我要的机甲少女。一刻都没有被流萤榨干的星穹而感到难过，咱们新的一期星穹铁道成就奈他详解又再度飒爽登场。从 2.2 到 2.3 两个版本，感觉故事跨度不长，但塞的乱七八糟的东西还是一如既往的夸张。不多啰嗦，我们一个个来。跟随主线剧情和第一位无名客米哈伊尔会面，但似乎一无所获，便可达成成就。最后的大亨名称出自美国作家费兹罗杰于1941年出版的同名长篇小说，讲在美国爵士时代，一个天才编剧家逐梦好莱坞，却落入资本家的圈套，不得不和老板争斗、自我奋斗的故事。这本书是费兹罗杰未完成的遗作，没有人知道故事中的逐梦客最后成功与否。同样的，现实中的好莱坞有变成费兹罗杰想象的样子吗？在最终决战前夕，沉浸在虚无回忆中的黄泉，想要变为唯一太阳的星期日，还是担心伙伴准备催了结盟预兆来摇人的单横？他小宝贝的。至于爷，在准备登上舞台中央的当口冒出来一个成就，自由，一如我们的父辈。此剧出自德国剧作家席勒创作的歌剧《威廉泰尔》，讲述传说中的瑞士人威廉泰尔带领人民反抗暴政，成为民族英雄的光辉事迹。此句话的后半是：或宁死，也不愿如奴隶般苟活。奇想士班太强大了，太好了，单横把人摇出来了，打赢了，公司全包维修还不收钱呢，一切顺利撒发，好起来了，家人们！你看，还多了个成就。我们若在光明中行。这句话我怎么感觉在哪里见过？匹诺康尼大战过后，列车一行人来到当地酒吧，老板娘舒翁又做起生意，请你根据过往冒险调一杯酒。此时如果选择调制苦涩的长梦苦短，则会达成成就繁花将尽。它是美国作家劳伦斯·布鲁克以私家侦探马修·史卡特为主人公书写的系列小说中的一部，讲述的是侦探马修生涯的谢幕，也是这个跨度长达30年系列的告别之作。而若是选择畅想美好未来调制逆甜，则会换成另一个成就生活多美好。标题出自美国1946年的同名电影，故事讲述一个万念俱灰准备自杀的人，突然发现自己一生拯救了无数不幸的人，从而重拾对生活的美好。列车一行人受邀来到会场10号上参加协乐大典之股权瓜分大会的同时，刘莹也上船找慈玉女士咨询一下自己的生理问题。此时操纵刘莹如果碰巧遇到了爷抢宝箱打气球，在船头那个地方摸摸索索像个正常人一样啊，是我本人没错啦，就能拿到成就，与我同行。名称来自美国1944年上映的同名电影，讲一个年轻搞笑的新神父接管一座经营不善的老教堂，用各种稀奇古怪的办法感化老神父和周围的人，终于一起重启教堂。而若是你像个分奴一样，上船以后心无旁骛直捣水晶，那么就会获得另一个成就，在路上。
这里是奈塔美国小说家杰克·克鲁亚克所著的同名小说，故事记录了主角横穿美国一路上的奇人奇事，是当时浩浩荡荡的嬉皮士运动中最为经典的传记类作品。此部书是作者凯鲁亚克多年旅行收集材料之后，仅耗13周不间断写作，打字机纸都没有换，一口气写了37年，究极主线达人不过如此。在灰常10号上找到这些特别可爱的花火典藏小玩偶，成功解除惊爆危机，收看老婆飞天遁地烟花秀之后达成成就，渔人船。标题来自亚尔萨斯作家塞巴斯蒂安·布兰德于1494年所作长诗，全篇以讽刺的口吻呈现出世界充满各种愚蠢和弊病的状况。此篇出世以后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广为流传，而布兰德也被认为是渔人文学的创始人。所以你知道他是什么命途的了吧？结束匹诺康尼的旅程，在列车上，众人民主投票选择下一站的当口，黑天鹅小姐姐十分自然地出现。你怎么会从我的房间里？老铁们，咱们去翁法罗斯玩吧！便可达成成就，请为我叙说缪斯。语出荷马史诗《奥德赛》，讲述主人公奥德赛历经磨难，终于回到家乡完成复仇的传奇故事。而 Tell me, O Moose 便是这部史诗开篇的第一句。所以不出意外的话，下个星球怕不是又要蹲监狱。我可不想又变回在太空中漂泊的美少女冰块啊！在战斗中使用知更鸟释放终结技，千音叠奏群星赋格后，来到战斗实况详情页面，收看老婆的演唱超过10秒即可达成成就，一首歌的时间。这个我知道是周杰伦的歌。我一开始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后来发现这个英文版本的翻译是 Duration of a Song， 而周董的这首歌的英文正版翻译是 Give me the time of a one song， 所以严格来说这还真不能算是个奈塔。听说欢娱星神得知此事后很不开心，于是安排手底下的工作人员在正片里加上字，请给我一首歌的时间。在地图探索中使用知更鸟秘技酣醉序曲后，吸引6个以上的地方单位跟随，便可达成成就哈梅尔的吹笛手。语出英国作家罗伯特·布朗宁所著同名童话小说，讲中世纪时期米伦城因受鼠患而聘请一位吹笛人，后者用笛声带领鼠群集体投水，但因为米伦城违约没付钱，吹笛人随后用笛声带走了城内100余名孩童。故事最后的结局有多个版本，有拿到更多报酬的，也有把孩子们都弄死的。至于知更鸟嘛，好像确实挺受小孩子欢迎的哦。在战斗中利用同写主角的终结技喧嚣的五灯巡游的伴舞效果，消灭一个精英敌人即可达成成就，武力全开。这里奈他的是育碧最早于2009年推出的系列游戏武力全开，同样使用波提欧在一回合内累计3层优势口袋，可以达成赌命大赛 Russian Roulette， 对，就是大名鼎鼎的俄罗斯赌命转盘。回到和奇想师班的决战中，在他释放华丽胡哨技能之前击败所有旧梦回响，便可达成成就神不在的工作日。这里是奈他日本轻小说神不在的星期天，讲被神抛弃的世界不会有新的生命诞生，死者也不会死去，而身为守墓人的爱将是唯一能够赐予死者安宁之人。这部小说13年被动画化拿着铁锹的金发萝莉还蛮有记忆点的。使用含银狼任卡夫卡流萤的队伍获得一场战斗的胜利，便可达成成就救猫咪。有书名号的标题呢，它一定不是书此处应该是来自卡夫卡的设定例会图。能看到除了卡妈和银狼之外，任非常乐意的为一只流浪黑猫打伞遮雨。另外当时我们不了解但现在可以想得来，图片上方的 OL 美腿就来自流萤。使用流萤对战卡夫卡，并被后者控制陷入支配状态的话，就可以达成成就。去吧萨姆！首先印度的阿萨姆红茶，再到后来的阿萨姆奶茶，大家没喝过也听过，但这不是重点。这个成就我觉得呢，是奈塔之前的当刃被卡夫卡控制后获得的去吧阿刃。这次呢，貌似是卡妈一下没反应过来，开始把流萤当作刃嘴滑了，临时改口才有的节目效果。
使用包含刘莹、开拓者的队伍获得一场战斗胜利，达成成就。见过夏天，见过夏天是2011年上映的剧场版动画《萤火之森》的主题曲。故事讲述了人类少女萤和戴着狐狸面具的奇异少年萤的邂逅、相爱，到最后无法触碰人类的萤在萤的怀抱中。哎呀，这个念起来真的要了命。调查朝露公馆中某位知名艺人的画像，便可达成成就金衣女子。这里是NETA由奥地利画家古斯塔夫为犹太富商布洛赫的妻子所做的画像艾蒂尔肖像1号。二战爆发后，此画被纳粹抢夺充公，后流入奥地利美景宫美术馆，成为该馆的镇馆之宝。直到2000年，画像原主布洛赫的家族继承人与奥地利政府打了6年官司，最终被奥地利当地法院宣判，将画作归还其主。这样文物回家的正义执行历史罕见，后被翻拍成了电影，就叫《金衣女子》。我们知道啊，这个成就早有在列啊，但一直到版本 2.2 才时装。结合一下原型失而复得的故事，崩铁制作组有意防止剧透，可能是合理的解释虽然我觉得不会有什么闲人扒得这么神呢。在热沙海选会场探秘汽水地窖的4大珍藏，还有找到当地最珍贵的窖藏，分别可以达成成就糖浆药水的故事和把历史装进瓶子。这些都是在NETA曾经含卡洛因的药用饮品可口可乐的创立故事。在刘梦娇中，通过钟表匠怀里的梦泡进入质子的梦，达成成就 Railroad Take Me Home。此处标题源自美国歌手约翰丹佛演唱的经典名曲《乡村路带我回家》。成功获得知更鸟的唱片，便可达成成就 Railroad 100。这里当然是NETA美国娱乐杂志兼媒体品牌公告牌的单曲榜单100大热门榜。在刘梦娇的偏僻角落，能发现一个桶和一旁滔滔不绝称颂桶有多伟大的桶的令史。在这里，无论选择交钱入伙还是打死不信，最终都会获得相同的成就——天使的呢喃。名称出自日本悬疑惊悚小说家桂之佑介于1998年创作的同名小说，讲人被寄生虫搞疯之后各种离奇的现象，圈内很有名气的克苏鲁系作品。我当时玩的时候选择的是拆穿谎言写这篇的时候发现如果选择交钱相信的话，则似乎真的会出现个桶神，而且信徒暴增。然而再次造访此地，就剩下了一堆梦泡。看这成色，怎么感觉在哪里见过呀？在刘梦娇的无人站台耐心等待幽灵电车的到来，便可达成成就等待戈多。这里NETA的是由萨米尔贝克特创作的同名荒诞派戏剧。而帮助黄金的时刻里的广告牌爱遇见给刘梦娇中的吧台小姐姐带话，则会达成成就爱乐之城。这里是NETA 2016年上映的美国歌舞爱情片话说之前这个已经被捏过一次了。在折纸小鸟对对碰活动中，将银狼、刘莹和开拓小鸟摆放在同一侧的街机上，便能达成成就 Omega Ruby。而把开拓小鸟和3月小鸟放在邻近的街机上，则是 Alpha Sophia。这个老任玩家应该很熟悉NETA的就是宝可梦系列的红宝石和蓝宝石嘛。另外，如果能在单局的对战中手动触发15次炸弹组合，还可以获得愤怒的折纸小鸟的成就。红极一时的手游《愤怒的小鸟》，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同样是在折纸小鸟对对碰活动中，小鸟战力达到300即可解锁成就鸟鸟鸟。这里是出自皮克斯于2000年出品的同名动画短片。电线、小鸟和一只体型明显不在一个级别的战斗力有300的大鸟。别看故事非常短，但很有意思，推荐大家可以去搜来看看。很突然，会场10号从此姓爷了。什么船尾 logo 那肯定是垃圾桶一切手续办妥，俺们就被导购小姐姐请入船长专属房间，便可以达成成就 Oh my captain, my captain。这句是来自美国诗人瓦尔特·惠特曼在总统林肯遇刺身亡后写的悼念挽歌，全篇情深而伤感，只不过在这边用上总感觉有点不吉利。哎呀，别想那些有的没的，把爷的豪车开上来，还能搞到一个极品飞车的成就。这个 Need for Speed 育碧从94年推出至今的系列赛车游戏应该不用多做介绍了。
在灰常10号上，虽然普遍旅客都挺乐呵的，但也不排除1、2个有大病的，比如这位赛提芬诺，通过钟表把戏把他的情绪调整为欢欣，便可达成成就，恶灵附身。这里是呢，他由恶灵古堡之父三上真司领衔开发的同名恐怖游戏，而船上的这位致谢，原型就是游戏中的大 boss， 他的很多艺术性发言在原游戏中都有对应，具体就不提了，毕竟很多观众这个时候在吃饭。在灰常10号的船头向远方眺望，不禁想到了某部匹诺康尼有名的爱情片中经典台词 You jump, I jump， 故达成成就，我心永恒。My Heart Will Go On 来自97年电影《铁达尼号》火遍全球的主题曲。打破刘梦娇热杀海选会场、匹诺康尼大剧院，还有灰常10号中的特殊石头老板气球。哎呀，真地多啊！你们一起上吧，就可以分别达成成就：往日气球、第2只气球、后气球书、气球向着明天。不用说，这里又是崩坏自家梗了。崩坏系列就是吹出来的，你看我有证据。在任意狼之道中的关卡里，反弹了石头老板的每一枚硬币，达成成就如狼。这里呢，它的是著名黑道游戏人中之龙系列，又译作如龙。在哈努战线中，通过钟表时间命中20个靶子达成成就，给我停止吧。这个题目光看中文可能一下反应不过来，但变成英文，是不是瞬间就懂了？首次完成哈努战线的挑战达成成就第1滴血，完成哈努战线所有挑战是第15滴血，完美通关哈努战线所有挑战是第几滴血，在哈努战线中首次命中所有靶子是最后的血。兰博，好嘛，你直接报我身份证号好了吧？这次 2.3 版本又多了一个末日幻影的玩法。而在进入这个挑战单元之前，按惯例还是有一段前置的小任务。顺利做完这个任务后，达成成就蔷薇的葬列。这个名字让我很快的想到了2年前的漫改动画《蔷薇王的葬列》。实话说因为当时惨遭动画化就没有看下去，但剧情简介我还依稀记得，是根基于英国历史有名的玫瑰战争。因为不能确定就是这个奈塔，所以没有放到之前的正文，但我怎么看这个理论上只是引出对战单元的悼亡诗都不像一般的 NPC。 注定的终末，既定的未来，悼亡诗和艾利欧是谁握着剧本，谁又在玩弄命运的罗盘？要我说，一切都是统神的安排。